美国的新房呢，正悄悄回到老社区 ，ADU 翻建呢越来越多。但是呢，与之相反的是，大型开发商的态度呢，却依然非常谨慎。最近这些年呢，我在南加州的这些成熟社区里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旧房呢被推倒重建，新建的这些独栋别墅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老社区里。这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根据 Home Innovation Research Labs 发布的调查数据呢，去年美国新建的独栋别墅当中呢，有 6.9% 属于旧房翻建项目，也就拆掉原来的住宅呢，在同一块地上重新建房。和旧屋翻建同步增长的呢，是一种叫做填充型开发的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在已经成熟的社区里啊，利用原本的空间或者低效利用的这些地块呢，直接新建房，而不是去那些郊区呢整体开发新的大型社区。这意味着美国呀，去年相当一部分的新建的这些独栋住宅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楼盘的开发，而是通过呢对既有的城市空间再利用而完成的。那从区域来看呢，这个趋势啊，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呢，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像东岸的新英格兰地区啊，还有我们西岸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旧房翻建的比例呢，都显著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那这些地方呢，有一个共同点：土地紧张，这个社区成熟，新房供给呢，越来越依靠向内发掘潜力，而不是呢继续向郊区扩张。那在我看来啊，这个成熟老社区的这个 ADU 翻建呢，还有这种见缝插针式的填充式开发呢，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优质地段的土地呢，真的越来越稀缺了。那同时呢，这也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一种自我更新的有效方式。但问题在于啊，新房开始回到老社区，并不代表那些大型的开发商呢，对整个新房市场前景就乐观了。美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呢 NAHB 还有富国银行联合发布的住房市场指数显示呢，今年11月这些建筑开发商的信心指数呢是 38%， 那虽然略有回升，但是整体上还是低于50这个分界线，这个荣枯线。NAHB 给出的解释呢也非常直接，按揭贷款利率的回落呢，的确在理论上有助于改善购房的可负担性，但现实是啊，经济这个不确定性还在，建材啊、人工的成本呢持续上升，就业前景还有通胀的压力呢并存，很多潜在的买家呢依然选择观望。那从细分的指标来看呢，开发商对当前销售状况的判断呢有所回暖，指数升到了41，但对未来6个月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呢却回落到了51，而反映出潜在购房者到访看房的这个指标呢只有26，明显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啊，开发商在面对成本上升的现实的压力时对市场前景啊整体上还是偏谨慎的。那根据我在南加州、洛杉矶还有尔湾各大楼盘的实地的观察呢，美国房产市场需求端的这个修复呢，确实呢还不够快。那展望2026年呢，随着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确实有可能有一部分之前被高利率挡在门外的这些购房者呢，会逐步回到市场。但是呢，房产销售能不能真的走稳，会直接影响开发商未来的新房建造的这个意愿。至少呢，在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啊，老社区里的这个 ADU 翻建和填充式开发呢，依然会是新房供给的重要来源之一。我是孙思陶，关注美国房产趋势，深挖数据背后的真相。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分析，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分享给你身边也在关注美国房产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